在古老的橡树文化中，一句眉间双树纹，前世福自生的箴言代代相传，引发无数人对命运的遐想。这两道悄然浮现于眉宇间的纹路，在诸多高僧大德的面容上尤为显著，被橡树家们冠以充满禅意的雅称菩提印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佛教经典记载的世尊释迦牟尼佛32相中，眉间白毫相以其右旋放光的殊胜形态，成为佛陀智慧慈悲的象征。与之异曲同工的菩提印，同样承载着超越表象的精神寓意，历史上也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注脚。从唐太宗重用魏征，到历代帝王选拔贤才，往往对眉间生有双树纹者另眼相看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共识，仅仅是巧合，还是暗藏着古人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刻洞察？当我们凝视这两道看似普通的纹路，实则是在叩问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命题：外在的面相特征究竟如何与内在的德行修为、现世的人生际遇，乃至前世今生的因果轮回产生微妙联系？这眉间的秘密，或许正是打开古人生命哲学与智慧之门的钥匙。唐朝贞观年间，长安作为当时世界的中心，繁华鼎盛。在这方土地上，橡树文化也蓬勃发展，涌现出诸多橡树大师，李玄机便是其中声名远扬的一位。他自幼痴迷橡法，熟读历代橡树典籍，对眉眼等面部特征的解读更是有着独到的见解。多年来，他游走于长安的大街小巷，达官显贵之家，凭借精准的橡树判断，声名远播。这一日，晴空万里，李玄机背着行囊，漫步在长安城外的小道上。行至普光寺时，一阵悠扬的钟声传来，寺庙红墙灰瓦，李玄机心中一动，决定入寺一观。踏入普光寺，院内清幽宁静，忽见一位老僧在院中打坐。老僧身披灰色僧袍，神态安详，宛如一尊宁静的佛像。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眉间那两道清晰的树纹，纹路深邃，犹如刀刻，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，与老僧超凡脱俗的气质相得益彰。李玄机不禁驻足观望，目光紧紧锁定在老僧的眉间。他心中大为震惊，多年的橡树经验告诉他，这便是传说中的菩提印。在橡树记载中，拥有此纹者，前世必定修行有道，今生福德深厚，智慧超群。眼前这位老僧气质不凡，眉间纹路如此清晰，定是大德高僧无疑。就在李玄机沉浸于观察之际，老僧忽然缓缓睁开眼睛，开口说道：“施主为何驻足观看贫僧？”李玄机连忙整理衣衫，恭敬地行礼道：“大师眉间双树纹，乃是菩提印记，想必前世积德无量。在橡树之中，此纹极为罕见，得见大师，实乃在下之幸。”老僧闻言，微笑着示意李玄机靠近，并邀请他入寺一叙。李玄机心中大喜，恭敬地跟在老僧身后，踏入了寺庙的禅房。两人落座后，老僧自我介绍道：“老衲名叫慧能，已在此寺修行50余载，方才听施主提及菩提印，可有何典故？还望施主不吝赐教。”慧能大师的话语谦逊有礼，却又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威严。李玄机沉思片刻，开始讲述自己所学。大师，橡书记载，眉间双树纹者，乃前世修行有道之人，今生福德深厚，智慧超群。眉为肝胆之宫，肝主仁义，胆主勇决。眉间双树纹如一字，象征正直无邪，心无旁骛。古人云：“眉间双直纹，不愁衣与粮”，意为此人心性纯正，福德自生，故今生衣食无忧。而关大师眉间纹路清晰如刻，非寻常人可比，定是大德高僧转世。李玄机说的头头是道，眼中满是对慧能大师的敬佩。慧能大师听后轻轻摇头，微笑着说道：“施主橡树精湛，对菩提印的见解也颇有独到之处。然橡树虽能观人前因，但若执着于相，反而助相，
非佛家正道。金刚经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老衲想听听施主如何解读这菩提印的由来。李玄机被慧能大师的话触动，心中微微一震。他深知自己虽精通相术，却从未深入思考过相术背后的深意。他沉思良久，说道：在下所学多是从典籍中而来，对于其真正的由来也只是略知一二。据在下推测，或许是因为那些心怀善念、德行高尚之人，在长期的修行与行善过程中，心境发生变化，进而影响外在相貌，逐渐形成了这独特的眉间纹路。但具体缘由，还望大师指点。慧能大师见李玄机态度诚恳，便说道：既然如此，老衲便给你讲一个更古老的故事。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一座巍峨的大山，山中云雾缭绕，宛如仙境。山脚下有一个小镇，虽不算繁华，却也宁静祥和。镇中有一位名叫单明的少年，生于富贵之家，自幼聪慧善良，对佛法有着浓厚的兴趣。成年后，他毅然放弃了家中的荣华富贵，选择出家修行。单明进入深山，在一座简陋的寺庙中开始了自己的修行之路。他每日诵经打坐，钻研佛法，同时还常常下山为百姓排忧解难，广结善缘。他救助贫苦之人，为患病者施药，教孩童读书识字，深受百姓爱戴。翌日，单明在下山途中，忽见前方尘土飞扬，传来阵阵喊杀声。他心中一惊，急忙赶上前去查看。只见一群山贼正在追杀一位商人，商人骑着马拼命逃窜，却渐渐体力不支，眼看就要被山贼追上。单明毫不犹豫，挺身而出，挡在了商人面前。山贼们见有人阻拦，顿时怒不可遏，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向单明冲来。单明临危不惧，凭借着在山中修行练就的一身好武艺，与山贼展开搏斗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单明终于击退了山贼，救下了商人。商人死里逃生，感激涕零，他下马跪在单明面前，说道：大师救命之恩，在下无以为报。这里有一些金银财宝，还望大师收下，以表在下的感激之情。单明连忙扶起商人，婉拒道：我修行之人，不需财物，只愿你平安无事，你快些回家，与家人团聚吧。商人见单明心智坚定，不肯接受财物，便说道：大师救我一命，我无以为报。我观大师眉心平滑，不如让我为您画上一道记号，以示大师之善行。日后若有人见此记号，便知大师是大善之人，定会心生敬仰。单明听后，心中疑惑，不解其意，但见商人一片诚心，也没有拒绝。商人取出随身携带的香料，小心翼翼地在单明眉间画下2道竖纹。奇怪的是，这2道纹路画好后竟无法洗去，变成了永久的印记。后来单明游历四方，弘扬佛法，他以这特殊的眉纹为标志，各地善信都能认出他来。人们纷纷传颂他的善行，称他为眉间有印的单明大师。单明圆寂后，人们发现，凡是心地善良、乐于助人者，到了一定年纪，眉间也会自然生出类似的双竖纹。久而久之，这种纹路便被称为菩提印，意为觉悟之人的标记。李玄机听完这个故事，感慨道：这故事听起来像是民间传说，充满了奇幻色彩，但细细品味，又蕴含着深刻的道理。原来菩提印还有这样一段渊源。慧能大师点头道：却是民间流传的故事，但你可知，世尊佛陀的32相中，眉间白毫相正是2眉之间有一条白色的毫毛，能放光明。这在《佛说相好经》中有明确记载。《佛说相好经》云：眉间白毫，右旋婉转，如日正中，放千光明。这眉间白毫相象征着佛陀的智慧与慈悲，能照亮众生前行的道路。而民间所说的菩提印，
虽与佛陀的眉间白毫香有所不同，但都与修行、善念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李玄机恍然大悟，难怪是人称眉间竖纹为菩提印，原来与佛陀相好有关。如此说来，这菩提印不仅仅是一种面相特征，更蕴含着深厚的佛法与善念。慧能大师微笑着说，正是如此，相术与佛法看似不同，实则相通。相术通过观察外在相貌，探寻内在心性；佛法通过修行内在心性，影响外在相貌。无常经有云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外在的相貌不过是内心的显现，而菩提印更是内心善念与修行的外在体现。慧能继续说道，你知道唐太宗为何重用魏征吗？李玄机回答道，因魏征敢于直谏，是难得的忠臣。不错，可你可知唐太宗初见魏征时，一眼就看中了他眉间的双竖纹。太宗曾私下对人说，此人眉心有菩提印，必是大忠大义之人。果然，魏征一生直言敢谏，为唐朝的兴盛立下汗马功劳。李玄机若有所思，正欲继续请教，忽听寺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，由远及近。片刻后，一位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此人眉清目秀，气宇轩昂，尤其眉心处有2道明显的竖纹，如同刀刻，与慧能大师眉间的菩提印极为相似。慧能大师见状，起身介绍道，这位是当朝户部侍郎张元德。张施主虽为高官，却心系百姓，曾多次进言朝廷减轻赋税，救济灾民，是一位难得的好官。李玄机仔细观察张元德的面相，心中惊叹不已，说道，张大人面相中正，尤其眉间双竖纹清晰如画，却是大德之相。在相术之中，拥有此纹者，必是心怀天下、德行高尚之人。张元德听后，连忙谦虚地说道，在下不过是尽己所能，为百姓做些实事。至于眉间这2道纹，倒是常被人提起，不知有何特别之处，还望大师与李先生解惑。慧能大师微微一笑，对张元德说，张施主，你可记得10年前在江南赈灾时的事？张元德闻言，眼神渐渐变得悠远，仿佛穿越了10年的时光长河，回到了那个烈日炎炎、旱魃肆虐的江南。他微微颔首，缓缓开口，10年前，江南大地龟裂，庄稼枯死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树皮草根皆被食尽。我奉旨前往赈灾，一路所见皆是饿殍遍野，孩童啼哭之声刺痛人心。行至苏州城外，忽见一位老者瘫坐在路边，形容枯槁，却仍将手中最后半块饼分给身旁的幼童。李玄机忍不住追问，那位老者眉间可是也有双竖纹？正是。张元德目光灼灼，那老者虽身形佝偻，眉间2道纹路却如青铜铸就，在阳光下泛着奇异的光泽。我命随从将随身干粮分与众人，又单独与老者攀谈。他得知我是朝廷派来的赈灾官员，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声音沙哑却字字千钧，张大人，你眉间的菩提印，可知从何而来？慧能大师双手合十，轻声念诵，楞严经云，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张施主，当时老者如何作答？他说，这纹路并非天生神赐，而是心的烙印。张元德神色肃穆，每个人出生时眉心皆如明镜，纯净无瑕，唯有历经尘世淬炼，将众生之苦化作自身之痛，将他人福祉置于一己私欲之上，眉间才会逐渐生出这道印记。就像铁匠反复捶打铁块，方能成器。修行者历经千般磨难，方见本心。李玄机摩挲着下巴，若有所思。如此说来，这菩提印竟是善行的见证。可为何有人天生便有此纹？慧能大师轻轻摇头，引经据典道：因果经有言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
天生带有菩提印者，定是前世种下深厚善因。正如法句经所说，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，小恶所积，足以灭身；莫轻小善，以为无福，小善所积，足以灭罪。前世点滴善行的积累，终在今生以面相显现。张元德继续回忆，那老者还讲述了一个令我震撼的故事。他说，在南北朝时期，有位名为法海的僧人，每日背着药篓穿行于疫病肆虐的村落。他不顾被感染的风险，日夜救治病患，甚至用自己的口粮喂养孤儿。某夜，他在破庙中为垂死的孩童祈福时，突然感觉眉间一阵灼痛。天亮后，村民们发现他眉间赫然出现2道竖纹，而那些被他救治的人，后来也都在眉间生出了类似的纹路。这让我想起维摩诘经中的随其心境，则佛土净。慧能大师补充道，外在的相貌变化，实则是内心修行的印证。张施主，你在户部任职期间，想必也常为民生之事殚精竭虑。张元德苦笑点头，不瞒大师，每当核算赋税钱粮，我都要反复思量，如何既能保证国库充盈，又不加重百姓负担。遇到灾年，更是彻夜难眠，想着怎样调配物资才能让更多人活下来。这些年，我额间的皱纹越来越深，没想到竟因此生出了菩提印。李玄机突然想起什么，急忙问道，太宗皇帝重用魏征大人，当真是因为这面相之说？慧能大师双手交叠，娓娓道来，太宗皇帝乃一代明君，岂会仅凭面相取人？但相术之中亦藏智慧。魏征大人刚正不阿，敢于犯言直谏，这份勇气与担当早已在他眉间刻下印记。正如《论语》所言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内心的德行自然会在外在显现。太宗皇帝观其相，更察其行，方委以重任。张元德深有感触。那位老者最后对我说，菩提印不是荣耀的勋章，而是沉重的枷锁。起初我不解其意，后来才明白，拥有此文意味着要比常人承担更多责任。就像佛陀以慈悲为怀，虽已成佛，仍不舍众生，甘愿在尘世轮回中救苦救难。李玄机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术手记，奋笔疾书，大师，如此说来，相术的真谛并非预测吉凶，而是劝人向善。慧能大师欣慰地看着李玄机，缓缓说道，善哉。了凡四训中，袁了凡正是通过行善积德改变命运。相术不过是渡河之舟，若执着于舟楫之华美，反而忘却彼岸。六祖坛经云，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须坐禅。真正的修行在于修心，真正的福报源于善行。这时，一缕夕阳透过窗棂洒在3人身上，为禅房镀上一层金色。张元德望着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，喃喃自语，这10年间，我拒绝过无数贿赂，也因此得罪不少权贵，但每当看到百姓不再忍饥挨饿，看到刘明脸上露出笑容，便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原来这眉间的纹路是百姓刻下的感恩，是良心写下的答案。李玄机合上手记，恭敬行礼，今日得闻2位教诲，方知相术之妙，不在皮相之变，而在心性之修。过去我为达官显贵看相，不过是些趋吉避凶的把戏，从今往后，我要将这观相之术化作劝善之道。慧能大师拿起案头的佛珠，轻轻拨动，很好。42章经说，逆风扬尘，尘不至彼。行善之人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但切记，不可执着于善的表象。就像这菩提印，若为求闻而生善念，便是着了相。张元德突然想起什么，从袖中取出一卷文书，大师，这是我心里的均田书，恳请指点。慧能大师接过细看，见文中详细阐述了限制土地兼并、减轻赋税的方案，不禁赞叹，张施主心怀天下，
此书若能施行，江南百姓又能少受许多苦难，这比任何面相上的福报都更有价值。夕阳西下，暮色渐浓，李玄机与张元德起身告辞，慧能大师送至寺门。临别时，大师望着天边的晚霞，语重心长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愿二位牢记，这眉间的纹路不是命运的终点，而是修行的起点。回程路上，李玄机反复咀嚼着今日所学，他终于明白，古相术所言的前世福自生，并非宿命论，而是因果循环的智慧。那些看似天生的面相特征，实则是累世修行的印记，而现世的一言一行，又在为未来种下新的因缘。此后，李玄机不再执着于为权贵看相，他将更多时间花在市井之中，观察贩夫走卒的面相，更关注他们的言行。他在相术手记中新增了心相篇，详细记载今日所得，相可观命，德能改命。真正的贵人相，不在天庭饱满，而在心怀慈悲；不在地阁方圆，而在行止磊落。张元德回到朝堂后，更加勤勉。他以眉间的菩提印自勉，多次冒死进谏，推动多项利民政策。百姓们不知这位高官眉间纹路的深意，却记得那个总为他们说话的张大人。多年后，当人们谈起贞观之治的功臣，总会想起那个眉间有2道竖纹、一心为民的户部侍郎。而普光寺的慧能大师依旧每日诵经打坐，教导信众。他常说，莫问他人面相如何，且观自己心向何方。若人人心中都种下菩提，何须看那眉间纹路？这句话随着香客的脚步传遍大江南北，为无数人点亮了心灯。岁月流转，菩提印的传说仍在继续。有人将其视为神秘的宿命符号，有人从中悟出修行的真谛。但无论信与不信，那2道竖纹所承载的善良、责任与担当，早已超越了相术的范畴，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，提醒着后人，真正的福报不在脸上，而在心里；不在前世，而在当下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外在的相，而是专注于内心的修行，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贵人，在眉间刻下属于自己的菩提印记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